男孩有5个老爸，每个老爸都是身怀绝技的全职杀手，男孩也因此练就了一身杀人本领。可老爸们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自己苦心训练出来的儿子，最终却成为了他们的噩梦。得知自己的身世后，华谊把杀手老爸们约到了工厂，可他自己并没有出现，反而把地产老板的保镖们骗了过来。就在2伙人面面相觑时，只听砰的一声枪响，一个保镖应声倒地，不明情况的双方立刻举枪对峙。而在外面开枪的人正是华谊，他的眼神无比冷漠。随着另一个保镖被他射杀，工厂里瞬间就乱作一团。来不及搞清状况的双方立马展开激烈拼杀。杀手老爸们虽然勇猛善战，但无奈对方人数实在太多，很快就落入下风，一个个被射杀倒在了地上。身中数弹的枪手老爸冲出门外，看着高塔上的华谊，他只恨自己当初没有一枪射死他。随着工厂里的枪声渐渐消失，一场残酷的血战就此结束了。最终只有棉老大一人活了下来。看到棉老大出来后，华谊立刻将枪口对准了他。没想到这时车手老爸爬到了塔上，他赶忙跑过来夺走枪阻止了华谊。可是由于塔台年久失修，车手老爸不慎失足掉了下去。关键时刻华谊及时用枪拉住了他。看着拼命在救自己的华谊，车手老爸倍感欣慰。为了不再成为儿子的拖累，向来胆小的车手老爸做出了一生最勇敢的选择。他无比自责地向华谊道歉，随后便毅然松开了手。车手老爸的死让华谊悲痛不已，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棉老大并没有伤害华谊，他开枪打爆了所有车子轮胎，接着驾车离开了现场。这让华谊立刻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果然，棉老大开车直接来到了医院。等华谊拼命赶过来时，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看着妈妈冰冷的尸体，华谊跪在地上放声痛哭。他愤怒地拿着枪赶回了家里，大声质问棉老大为什么要这么对他。可棉老大却说自己这么做全都是为了让华谊远离痛苦。原来小时候的棉老大和华谊一样，总能看到一个怪物缠着他，直到他杀死了所有牵挂的人后，那个怪物才最终从他心中消失。为了让华谊彻底战胜心魔，棉老大用枪顶住英珠的头，逼华谊朝他们开枪。然而经历了这几天的突变后，华谊再也无法忍受亲人在他面前死去。他跪倒在地上，哀求棉老大放过英珠阿姨。他说自己已经看不到那个怪物。看着楚楚可怜的华谊，棉老大上前一把将他拥入怀中。可就在这时，突然一声枪响，接着华谊毫不犹豫地再次扣下扳机。被射中的棉老大瘫坐在地上，他没有开枪反击。眼前的华谊显然已经战胜了那个怪物。临死前，棉老大留下了一滴欣慰的泪水。几天后，由于钉子户顺利清理完毕，地产老板在工地举行了盛大的开工典礼。这时，远处高楼上突然闪过一道白光，下一秒，地产老板被一枪直接爆头，现场瞬间一片混乱。完成最后复仇的华谊收好了枪，随后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。影片到此结束。有人说这是一部匪夷所思的电影，棉老大对华谊的特殊情感让人无法理解。可不论故事情节如何扭曲，这仍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好电影。建议有时间的可以去看原片。好了，我是力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